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我们今天要来补外墙。我这里经常会有啄木鸟，它们其实不止啄树木，时不时还会来啄墙。有可能是因为墙上有蚂蚁，它们啄完之后墙上就会有洞，所以可能会流进去。除此之外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房子有沉降的问题，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龟裂。我们今天就把它们都补起来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最早发现啄木鸟的洞非常的高，基本上已经到了房顶。我有一个17英尺的梯子，我这个房子1楼9英尺，2楼8英尺，加起来刚好17英尺。加上人的身高，我原本以为可以自己补，结果我发现这些梯子其实能够着的高度其实低不少。我这个高度应该至少要买22英尺的梯子。我看租一个24英尺的梯子，4个小时25美金，一天35美金。我那时就直接请人来帮我补。大概2-3个洞花了100多，所以我建议各位在买梯子的时候也注意一下这点。我们先来看看我的前门，有一个可能是啄木鸟啄的洞，这上面2个角落也有我之前补过的洞，只是没有上漆。墙壁的话，侧面有少许的龟裂。窗户的边角有非常多的裂痕，我们今天就来修补。首先我们来看补墙的工具，这种外墙的粉饰灰泥，英文叫 stucco， 粉饰灰泥有点难念，我们之后都会直接说 stucco。 这里2罐东西，一个是补内墙的，而这一罐是补 stucco 的，它用来补砖头也是可以的。补内墙的不能用来补外墙，因为它不是防水的。我涂的时候会用这种冰棒棍，它这个一大袋就1美金，冰棒棍的侧面是平的，所以也很适合把补墙的涂料给刮平滑。如果洞有点深，我这个 stucco 是很难涂进去的，所以我还会准备一个细胶枪，细胶防水而且弹性好，更好的是它有粘性，所以可以粘住你之后涂的 stucco， 让它不容易掉出来。我补内墙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胶枪，最好买这种把手按下去时这个洞有个刀片，可以把胶罐子的头给切开的类型。补墙方面这不是必要的，我们就不细讲，以后有机会做胶枪的视频我们再做细节。补墙时最好选择一大早或是太阳下去，这种温度相对低的时候，因为温度高时墙会膨胀，然后缝隙会缩小，增加补的难度。而且等温度降低，墙收缩而缝隙变大时可能会再次裂开。不过为了视频的亮度，我将会在阳光充足的时候补墙。我们先来处理前门，我先涂一点细胶在洞里面，然后在外面涂上 stucco。 我还发现侧边有一整块掉下来的 stucco， 我也用细胶粘回去，然后外面涂上 stucco， 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。等个1天让它干，如果怕再次龟裂，或是怕补的不够防水，可以喷一层这个 Flex， 这其实就像是清漆混的强力胶，并没有办法补洞。如果你对着洞喷很多，并不会把洞填补起来。我原本的计划是用这个直接喷在裂缝上面，然后直接刷漆，但是我发现其实还是需要涂 stucco 的。后院我也找到了一整块掉下来的 stucco， 这块小一些，我会把这块拿去 Lowe's 或者是 Home Depot， 他们可以帮你调出差不多一样的颜色。窗户和侧边的龟裂，因为缝隙小，我就直接涂上 stucco， 没有填细胶在里面。我们先来看补完的结果。最后我们来上漆。我看到网上有个说法是说 stucco 最好不要上漆，说会影响这个砂质的呼吸。不过我不可能不上漆，这样太丑了。而且我也不觉得上漆之后会有什么大问题。我让 Lowe's 用那块碎片帮我混了一样的颜色，不过我这里犯了一个错误，这个碎片是在屋檐的角落，相对于外墙它日照的少，所以跟外墙有色差。我将外墙涂完之后，可以看到补的区域颜色深一些。这种情况我们就用很薄的漆将整个墙面再染一下色，不需要涂很多，只要把它过渡一下色差，这样基本上下半部分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了。上半部分还需要爬梯子涂，没有很明显我就不弄了。面积小的话用刷子刷一下就好，大面积的话需要用滚轮，因为这个表面凹凸不平，用滚轮时要选择毛比较长的滚轮。我们来看看前后的比较。
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